好，马上要6月份了，香格里拉的会谈，现在大家都在聚焦说，到底有没有可能这个中国跟美国的防长在这个香格里拉有机会见面呢？所以大家都在聚焦这件事情哦。那我们来看看现在中美的互动受到瞩目哦，因为李尚福在5月31号到6月4号要出席相会，那期间将就中国的新安全倡议的议题来做大会的发言。看到了新加坡的海峡时报就讲说，今年的相会哦，跟以前一样，中心的焦点就是中美关系哦。那有鉴于两国的防长啊，自去年在新加坡举行最后一次的会面以来，现在关系不断的恶化哦，那他们的互动也受到密切的关注。那去年其实是魏凤和啦，今年换成了李尚福之后，现在就卡在你美国还制裁着李尚福啊，那你这样子还要会面什么呢？所以中国大陆是拒绝了这个中美防长的会晤邀请哦，所以现在双边的关系要回温是不太容易的。美国的国防部讲说，中国很快的就已经通知了美国说拒绝了5月初所提了奥斯汀跟李尚福在新加坡会面的邀约。那现在目前也显示出来，现在两大国之间哦，这个试探性回温的这个局限性啊，就是可行性可能遥遥无期啊，会面是遥遥无期的。那我们看看这个多次出席这个相会的专家讲说，中方呢愿意就各国深化军事合作，扩大朋友圈，但是呢，对话交流的前提就是你要有诚意再来求合作，你不能心怀鬼胎，口是心非呀，说一套做一套。这几句都是在描述美国啊，你不能一方面要见面，一方面在搞制裁，或者是这样子，两面手法嘛。他说交流交往是平等的，不能盛气凌人，高高在上，然后欺软怕硬哦。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现在目前呢，美国的这个国防部的前官员就披露出来说，军火商这个公武内幕啊，因为现在军火商漫天要价，而美国国防部就是任由他们敲竹杠嘛。在美国，其实像是这个军火商、军方或是政客，他们就形成了这样子共同利益捆绑下的美国军工复合体，数十年来在全球的范围之内啊，煽动对立冲突啊，然后借机发战争横财啊，就是枪声一响，黄金万两哦。比方说，像这个2015年的时候，洛克希德马丁他们以及这个波音哦，为爱国者3导弹向美国的国防部和盟友哦多收了数亿美元，那利润高达了40%哦，远高于平均的这个盈利水准15%到20%，将近翻了1倍哦。那在1961年的时候，大家都记得啊，艾森豪美国总统啊，他就曾经警告说，一定要警惕美国的军工复合体是一头嗜好烹制战争的怪兽哦。所以我们看这个萨克斯哦，这个哥大的学者，他就讲说，其实美债的危机就跟这个军工复合体很有关系啊。你要解决美债问题，根本性的解决，不是像眼前这样这个两党达成这个初步的协商这样子解决哦。他说你要根本性的解决，就是要打倒军工复合体，从这边打倒开始。美国你对于发动战争增加国防支出已经成瘾了。2000年的时候，美债才3.5兆美元哦，相当于当年 GDP 的35%。可是到了2022年哦，这笔债务膨胀到了24兆美元，占美国 GDP 的95%。美债就像滚雪球般在膨胀，而这个美国的两党都无视解决问题的方案哦，停止刻意发动战争，然后削减军事开支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那另外我们看一下美国的盟友们哦，现在对于说，我一定要站队在你这边，然后一起来这个抗中这样的一个角色，他们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喜欢。那有一些消息出来，比方说像是《泰晤士报》啊，他讲到说一份英国政府内部的文件分析哦，就说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竞争啊，这个目的啊，已经造成了这个英国的经济非常严重的损伤，所以像苏纳克他下周就要访问美国，然后要跟拜登来讨论这个美国补贴英国企业的一些影响，比方说像是华为跟着打的话，对于英国政府来说，他付出了更高的代价，要重新建制一些这个基础建设。那还有这个澳洲同样也是哦，你看到澳洲的报纸讲到说，美国在科技领域对于中国的限制不断扩大，也导致澳洲跟中方哦，他们现在一些科技啊或者医学领域的这些合作通通都在结束，数以千计的合作都已经喊停了。那新加坡也是在讲，他们不盲目的抄袭，就是照抄他国的这个民主方式哦。
那这个中方也给予肯定啊。我们看到黄循才讲说，很多国家的国民哦，都对于这个本国制度相当满意，不希望外部的势力将他们的价值观跟制度强加给他们。如果去风险化过头哦，会使得全球的经济都碎片化。那毛宁就讲说，这很肯定，他这个讲法其实讲出了很多国家的心声。这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待这个李尚福的这个相会。对，李尚福，因为美国已经在月初，已经很早就提出来，他希望这个 Austin 啊，美国国防部长在这一次香格里拉会议，那么就明天了，而且是在新加坡哈，要进行好几天的香格里拉会议哈，跟中国大陆新任的这个国防部长李尚福会面嘛。那最新的消息就是 Wall Street Journal 他已经讲说，中方已经回拒了，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说。很可能最后情况就是说，双方不会有任何场边的接触。那这个是一个见不见面，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讯号，看怎么给。那就是说，中国大陆跟这个解放军跟美国的这个军队之间的这个高层互动哈，到现在没有恢复。那这个对美方来讲，他们一直想要恢复，可是中国大陆理由很简单，就变成。跟你谈可以，可是问题每次谈感觉好像都是说了一套，最后做的又是另外一套，那就还不如不见面。因为见面的话谈不出具体成果啊，而且你讲的话，后来我事实验证说根本就都跟事实发展是背道而驰，那有什么好见面的呢？不过这也反映就是说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现在尤其在军事方面哈，双方有很强的对立，而且之间的很多的矛盾啊。事实上，目前是无解啊，这个对立的状况很深啊。不过整体来讲的话，就是前一阵子，中美之间的高层的交往，事实上还是有一些回温的趋势。第一个就是王毅跟这个苏勒文之间的会面。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前几天这个中国大陆的商业部长啊王文涛跟雷蒙多也见面了啊，所以在这个外交战略层次，双方已经有解冻的迹象。那么起码开始对话，还有商业部分也开始对话。军事是高度敏感的，军事现在看起来，那么如果这一次是确实如这个 Wall Street Journal 的这个报道的话，那么整个的会期间双方的防长都没有任何的接触的话，那就显示在这一方面问题还是很僵。那整个来讲就是说，美国这个国家基本上现在的问题应该比中国大陆要大得多，因为第一个美国政治上很分裂，第二个美国事实上的话，现在整个这个经济状况是在一个下行的趋向，那么另外一方面它的军费又不断的增加。所以这就变成很多美国国内的很多这些内部的声音也在谈说，这个军工复合体是不是绑架了美国？那么美国现在的情况之下，那么很多国债的造成原因是因为它过于用兵穷兵黩武。那么过去美国这个尤其在阿富汗这场10年这20年的这个战争基本上是无功而返。可是呢，回过头来花射了数兆美元的这些军事这些预算，这都造成美国今天经济处处有问题的一个原因。所以美国现在也慢慢在检讨这个问题。那么如果说这个检讨声浪往上升的话，那么美国在军事支出上有所节制的话，那么中美的军事关系看起来也会可以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好，来请教赖老师。这个谢峰到美国去，在纽约机场接受访问的时候，这直接说了，他是习近平派来的，是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有讲到3个要点、3个原则了，就是相互尊重。那要相互尊重，你今天美国对于中国的防长有制裁，中国还没有给你美国防长制裁嘞，那就等你美国防长什么时候在对中国大陆不礼貌或者不友善的时候，大陆有可能对你防长要实施制裁，除非你解除制裁。那解除制裁只是第一小步，第二小步就是要会谈，你还是要言而有信，不能说一套做一套。那这2个动作都做对了，那就有可能会谈。我觉得还有一个部分对美国现在焦虑的地方是在哪里？是它的盟国，尤其是东南亚的盟国。
东南亚盟国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而且他们担心两边一旦发生军事冲突，他们该怎么办？那美国一定会要求履行他们的所谓的双边的军事合作协议，那这些国家是不愿意的。所以事实上，美国承受的压力是东盟很多国家给美国承受压力，说必要的时候我军事条约搞不好都要取消，因为如果你跟中国大陆在南海打起来，那我本身要根据军事条约执行作战，我跟中国为敌，我才不干呢。更何况如果你介入台湾的战争，你跟中国大陆打起来了，那我本身该怎么办？不管是泰国也好，菲律宾也好，还有很多国家都有跟美国有签军事合作协议的，他们本身都不愿意卷入战争啊。所以事实上，今天美国最大的压力是来自于东盟的国家，还有很多其他的盟国不愿意履行这个军事同盟条约，卷入这个战争。我觉得这个对美国人来讲的话，他的盟国很有可能会离他而去，所以他一定要想办法跟中国对话。那李尚福当然看得懂这一点了。那既然看得懂的话，那就没有对话的可能性。球又回到美国这边来，压力在美国。因为如果他的盟国承受不了的时候离开了，那这个情况就改变了。艾森豪他本身晚年的时候后悔了，因为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就是他一手促成的。他促成的养大了，他发现它是一只巨大的怪兽，而这只巨大的怪兽会把美国人吞噬，所以他后悔到极点。他想解散，但是他已经无能为力。为什么说他养大呢？他把本来是民营企业的叫他们来承揽这个军事工业。那本来军事工业这个部分里面应该是国家几乎要完全能掌控的，结果呢，他完全民营化，就扶植民间的企业去做军品，结果呢就形成了所谓的军工复合体。这些军工复合体它越来越大，可它承揽的是有一大部分，例如说波音。他做民航机，可他也做军机。那他承揽的时候呢，他开始有力量，他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大以后，他就养这些国会的议员。所以美国的国会里面的众议院跟这个参议院有很多议员都是他们的军工复合体养的，养了这些国会议员，这些国会议员在国会都在军事外交这个领域，他们就对外发动战争，因为越发动战争，国防预算就越高。这些武器就会卖得出去，所以当他们武器卖不好的时候，就要发动战争，这个都卷在一起。结果美国的国防部的官员，或是他们国务院的高阶官员离开政坛之后，就又进入这些企业里面去当他们的掮客，就当他们的 CEO， 整个卷在一起了。卷到今天变成一个贪腐的最大的集团，而且也变成美国的一个最大的怪兽。艾森豪威尔当时就看出这一点了，后悔了。但是到今天为止，没有人能解。好，苑老师，这个刚刚顾立雄不是讲说是美国的战略模糊，有如让中国芒刺在背吗？那现在的话呢，如果是芒刺在背，不是借着机会到新加坡去借着香格里拉对话，让那个奥斯汀拔一拔刺根本就没理你光是从事实面就看得出来，顾立雄在乱讲话。因为这里头的话呢，就对大陆来讲我坦白讲这个大家心里都明白大陆确实是也有鹰派不是说是只有美国有鹰派要炸台积电大陆有鹰派是要跟美国好好试一试，到底行不行不是一直说都是厉害了吗？这个讲起来的话呢，美国本身我们自己可以做一个基本的判断为什么美国一定要求见个面的？见个面怕擦枪走火了，这个道理也非常简单嘛。那美国的这个军工复合体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前不久的话，这个大概几天前吧，就是耶伦还在强调这个美国本身对于这个所有的这个军人薪水能够发出来美国对军人是有一番特别的尊重了。这个军工复合体之所以可以这个就地还钱乱涨价钱，里面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美国本身采行的策略就是要维持一个强大的武力，然后呢，让所有的国家呢都按照这个美国的武力呢，然后来供养着美国。这个我们在这个历史中叫做这个帝国循环，就是罗马帝国时代就是玩这一套了。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现在的问题是，它生产的东西的话呢，价钱的话呢节节升高，而且实际上到底行不行的话呢，我们也真的是打一个问号。但是不管怎么讲，美国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萨克森他讲的非常对大家可以算了看，2022年到今天的话呢，我帮他算了一下。
就涨了7兆，就31.4都已经突破了，原来是24兆美元了。你知道这里头代表的数字吗？就是美国花在买武器的钱上已经多到了，这种多到的感觉了，美国自己入不敷出啊，就要拉着盟邦，拉着盟邦当中啊，最倒霉的除了东南亚国家以外的话呢，英国，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2018年的时候，英国准备跟大陆买核能厂啊。英国本身来讲，核能厂就是你便宜又好用啊，这非常简单，要解决英国的能源问题啊。好了，现在不准买，也不敢买了。那接下来的话，英国本身就面对很大损失，澳洲更惨啊。澳洲这些国家，我说这个 Anglo-Saxon 真是糊涂了，原来都很喜欢的。我们一看到英国人、澳洲人，哇，喜欢的不得了。现在好了，现在全部发觉都是坏蛋的啊，那这样子的话，生意不要做了啊，这个影响非常深远了，哎，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是不是？本来就这样。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今天这个全世界都在关注啊，这个中国大陆的神舟16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的成功哦。这个中国大陆的官媒也特别有这样的相关的报道。你可以看到啊，今天包含了中国大陆的官媒也好，或者是社群也好，通通都在关注这个神舟16号的事情哦。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相关的画面哦。今天的这个9点31分上午时间，那神舟16号就发射升空。在这个太空航行数个小时之后，将会和太空站组合镜体向这个交汇对接。那3名航天员也依次进驻到这个空间站的这个核心舱，跟这个神舟15号的这个机组员然后进行一些对接，再度重现6名航天员的太空会师所以让这个中国大陆也好，或是全世界的太空迷也好，都非常的期待那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包含了像是微博啊、今日头条啊、百度啊，全部的热搜几乎都是神舟16号霸榜啊，甚至大家都开始在不断的在转发，他们说这个已经为中国人打开了太空之门。那所以这都是外媒下的一些注解你看，像法新社讲说，作为中国太空空间站载人飞行任务的一个部分，这是中国首次将非军人的航天员送入了太空。德新社也讲说，现在已经是全面运转中国空间站，来支撑着中国成为太空强国，并且赶上了航天大国美国跟俄罗斯的雄心壮志。另外，西班牙的媒体也提到说，这个中国在太空竞赛当中新的一步连这个马斯克都特别发推文来评论就说这个中国大陆的航天工程计划比起大多数人意识到的更加的超前。那当然，这个马斯克本周也即将要访问中国大陆，要跟很多的高级官员来进行一些会面那据知情人士表示说，这个他本周会跟这些这个官员们来视察上海厂因为他在上一回来的时候大概是3年多前到这边还有跳舞一段就是在舞台上面跳舞的影片当时在网络上也非常受到欢迎。这一次事隔3年要再次访问中国大陆了，也选在这个时间点那另外我们看到，其实大家最近也在关注说中国大陆的登月计划。中国大陆的官方已经讲了，定调在2030年要首次载人登月美国听到什么？怎么你们也想要来登月？月亮可是我们美国的他们心里面是这样想。阿姆斯壮去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过月球了，所以他们现在讲说那我要比你早5年，我2025年我就要重返月球。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中国大陆的载人航空工程的办公室副主任提到，他说现在中国的载人航空的工程阶段任务呢，现在已经定调，就是2030年将会来实现中国人首次登上月球那相关的一些这些组件都已经正在这个进行当中。可是你看到这个美联社讲到，这个是美国要反对中国使用这个国际太空站，那所以呢，中国就要自力打造这个天宫太空站的一个主因因为解放军密切想要参与这个中国的太空发展所以在美国的眼中，你不是想要发展这个航天工程，你是想发动太空战争，在美国看起来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看，连美国的将领他的太空司令部就讲说，美国已经准备好在太空跟这个中俄要来做
作战了，所以他们这个美国可能别无选择，只能在这个卫星轨道上面的冲突做好准备。如果有必要的话，美国今晚就会做好准备在太空作战哦。甚至他们讲说，他们可能要摧毁北斗卫星。他说，如果和中国一旦发生军事冲突，第一件事情他们就要摧毁北斗的卫星系统，那就是先发制人，把你打盲了，我就是神。他们的解读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在美国眼中看起来不是航天的事情，是战争的事情哦。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最近我们看到很多相关包含了航空或是航太的事情哦，比方说 C919，我们昨天节目当中也有讨论到，最近啊，因为不断的有这样子这个进展的消息出来，所以中国大陆的航空跟航太股都是这个齐涨啊，还甚至有些都喊上了涨停啊，涨幅都非常的高，是不是代表说踏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刻呢？那我们看，连这个《华尔街日报》都讲到，这个 C919的首次商飞成功哦，其实这个包含波音跟空中巴士哦，可能都要遇到挑战了，未来他们就要打入到全球的市场了。但为什么波音空巴会这么惊吓呢？我们看我们的《远见》杂志有提到，就说因为呢，这个 C919首次载客了130位的乘客，从这个上海飞抵北京的时候，大家的情绪都沸腾了，就觉得说，这个是中美贸易爆发以来，其实中国大陆发现多买波音飞机已经没有办法破除中美贸易的摩擦了。我给你这个捧捧场，可是你还是一直在制裁我啊，所以大家就开始有这样的声浪，说我们自己来造大飞机，投入商用吧，我们不要再被你钳制了，我们要有这个自己中国制造的底气哦。所以现在你看到这个 C919已经获得了1000多架的这个订单，当然包含了中国大陆的一些航空公司甚至一些这个其他东南亚的航空公司也都陆续在这边下订单。看起来中国大陆整体来说，航空跟航太都是有一些新的这个成绩单交出来。首先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神16就代表已经第16次的发射哈。太空人上太空，为什么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有军人？因为军人的物理就是我们的身体能够承受更辛苦的、更艰难的一些痛苦啊，还有就是他的意志。那另外就是因为他的严格的一个训练，在很复杂、很危险、很艰难的环境下，他还要能够操控这些仪器，还要能够下达各种指令，让这些整个仪器能够将你顺利运转。所以一开始的时候都一定是有军人，可是这些军人他累积下来的这些宝贵的、珍贵的这些数据，就给后面的这些普通的百姓，他们能够上太空的这些条件了，这个叫做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因为这些数据越来越多以后，就可以知道，各位您想想看，在过去太空人一发射出去，然后到衔接的时候要8到10个小时左右。那我们有生理上的需求，你的生理上的需求，你必须要能够克服，你要能够忍耐。然后你在一个那么小的空间中，你的意志、你的恐惧、你各方面，所以要把它这些数据这么多的东西，都要给地面上的科学家他们来去做分析，来去做研究，到最后一直缩短衔接的时间，那么一直缩短到只剩下2个小时不到就可以完成了。那你想想看，是不是已经创造出一个更安全、更舒适、更便捷？然后在生理上，它的空间的优化的设置，使这些太空人可以一般的大学教授都能够上去了。只要他的体格、体能各方面符合这些太空人的基本的，也不用说最高门槛，而是基本的门槛。这样的话，就可以络绎不绝的、陆陆续续的把一些大学的这些科学家、教授们就把他送上去。因为太空站建立起来，最终的目的是要提供给这些科研人员在那边做各种科研用。所以它的重要性就在这里。而今天到神16，把第一位这个大学的一个教授，对，博士生的导师，可以戴着眼镜送上去了。这个就是一个成就。所以为什么世界各国都发来贺信？因为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这代表中国的太空的发展，连马斯克都说超出我们能够想象之外了。那现在为什么讲到说中国同一天也宣布要登陆月球？您看2030年离现在只剩下7年，对，而且他把登月的所有的计划都讲出来，而法新社他们马上先做评论，说一定可以做到。那为什么？
这代表这么多年的累积，中国的科学界它的已经建立起世界的大国对于中国科学界的信任，也就是中国说我什么时候完成北斗，我就什么时候完成北斗，我北斗什么时候全面组网，我就什么时候全面组网，他什么时候完成什么，他就直接，当他公布他的3步路走的时候，他都按照规定的时间完成，只有提前而没有延后。所以我觉得，当中国宣布2030年的时候，大家的评论都认为说可能，可是讲到美国说我要2025年，大问号，是吗？1969年那一次都还有来问一下谢老师。这个其实人类进入太空时代其实蛮早的，因为大概上个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这个太空的这种科技的发展突飞猛进。那美国也在60年代第一次成功登陆月球。其实那时候大家对于未来太空的使用那个时候联合国就曾经讨论过，然后签订了一个外太空条约那里面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原则，这个条约1967年就生效了。那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非军事化，而且太空非军事化，而且绝对不能把核子武器放到太空。你想想看，如果将来太空上它有这种攻击性的武器放在太空，它打地球上任何个角落都是居高临下，那杀伤力非常的强。可是呢，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搞什么太空军的。只有一个国家很奇怪，他也签了太空条约，他也是创始国之一，他居然公认成立一个太空军，然后这个太空军每天在叫嚣说要在太空上那么好来对付他的敌对国家。中国大陆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太空活动都一直强调是和平跟科技用途的，不要在太空上搞军备竞赛。那只有美国这个国家永远都是把战争的概念带到任何科技发展的领域里面。他也许有他的科技目的，可是在川普时代公然成立太空军，然后他很高兴设计了一种好像以前美国那些电视剧的星战计划那些军服基本上就是准备在太空上打仗。然后呢，一直在抓中国大陆嘛，说中国大陆那个空间站里面太空人出来里面操纵那个机械手臂将来很可能就是要来怎么样来侵害别人的其他国家在太空上的卫星。所以美国这个国家实在是满脑子毒物思想，把别人也想成是跟他一样的。那所以就是说，像我看了这些美国这些太空军的什么司令随时准备怎么在太空上进攻他实在应该回去投读看这个联合国在1967年签订的外太空条约，大家强调是和平用途，你还成立一个太空军嘞。这样一个穷兵黩武国家，真的，如果他在太空上再继续发展，这人类的地球有一天也被他们毁灭掉。所以我觉得看到这个美国这些太空军的这些军头这种发言真的是感慨万分啊。这个国家穷兵黩武，在地球上造成人类这么多浩劫，他现在还要到太空上去维护，真的应该好好对比一下中国的和平发展外太空计划。那中国大陆这个空间站已经有差不多20几个国家的这个科学家已经提出了申请。那么将来接续的不是只有中国的科学家会到中国的空间站，那么很多像甚至现日本、印度还有一些欧洲国家的科学家都很可能将来坐着这个天宫这个中国大陆这个火箭上到空间站，从事这些太空科技的和平用途的发展。所以我觉得真的有时候回过头来，一个文明的价值它是不是爱好和平它是不是真正愿意那么用和平的发展方法来促进人类的福祉的话，看到美国这些太空军军头的讲话，你就知道谁是世界的威胁。所以这些太空军可能真的是好莱坞电影看多了啦，等到时候他们可能会发现外星人才是最大的敌人。星际大战看多了，对，因为我觉得我聊一聊这2件事情都非常非常让我很兴奋第一个就是这个神舟16号的这个顺利成功发射在空间站里面的衔接当然里面的它这个标题设得非常好为普通人开太空之门
就是当然这个人普通，因为大陆本身来讲的话呢，就是一个新中国嘛，就是为了所有人。刚刚那个赖教授说得很清楚啊，这里面取得的数据的话呢，让一般人都可以上太空啊，到空间站啊，都可以开始啊，就是有各式各样的用途啊，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技术。最难能可贵的是，原来美国人根本就不让中国人参与这个计划啊，根本就认为说是防了他一手，结果防了一手的结果反而被压制的之后的结果，却是到今天非常甜美。所以就有关于芯片的打压，我们可以了解它大概发展和背景也是一样。你不压它的话，它不一定搞这个，因为搞这个确实很难，对不对？那另外的话呢，我觉得另外这个技术上的打压的话呢，更是莫名其妙。这个 C919啊的成功试飞啊，因为那天我刚好在上海，又是从上海虹桥机场，我也是从虹桥机场回来的啊。虽然差了大概有个5-6个钟头吧，但是感觉上心里非常高兴，因为这个 C919呢，它有2方面的意义啊。除了飞机的商用化对飞机来讲是非常重要，因为商用化的话非常频繁了，频繁到动不动就上万次的话呢，你就不会觉得有任何的这种感觉嘛，就是基本上用的。另外的话，我觉得很有趣的哈，就是原来的话，航空的霸主是 A、B， 现在加上 C， 以后是 A、B、C 的 A 当然就是 Airbus 嘛，B 就是波音嘛，那 C 的话呢，现在开始是 C919， 另外它还有 C929的计划，所以在这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计划。为什么呢？因为呢，你现在我自己看了一下资料 ，C919呢，其实在这个关键的技术，比如说发动机啦，比如说这种各方面的话呢，还是需要很多国家的合作。这种合作的话有2方面的意义了，一个就是说是开放资源给大家，让大家共享，然后取得这个试飞证啊、航行证啊这个问题嘛。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大陆很聪明啊，就用这种方法技术引进嘛，慢慢一下子就可以搞定自己。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陆的市场大，航空市场大。啊，实际上的话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在大陆坐飞机的经验了，就可以了解到，大陆目前为止啊，这个飞机飞的啊，这个技术好不说啊，还非常准时。另外的话呢，还很便宜。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圈，马上来介绍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好久不见，强势回归的前大使介文汲啊，翟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才刚下飞机就过来了。那我们再来欢迎第2位，我们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不是强势回归。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我们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赖清德啊，这个话题怎么突然提到了习近平哦？就是他昨天去到了台大哦，还进行了快问快答，被问到说最想跟哪一个国家元首共进晚餐，他这样说：习近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如果我有机会跟他共用晚餐的话呢，我会劝他放轻松一点不用压力那么大。人民的福祉是最重要的，和平对大家都有好处。对，所以大家看完这一段话之后，很多人是倒抽一口气啊，就像刚刚的学生的反应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民进党对于马习会的时候，是铺天盖地的在批评啊，结果换成你赖清德的时候，你讲习近平讲的好自然，就说什么啊，我要劝他呀，可以放轻松一点啊，对大家都有好处啊。人家在讲说，如果换成了这个侯友宜或柯文哲来提的话，马上会被民进党骂成什么样？哦，你满脑子都是想要这个什么舔中国呀，满脑子都想着习近平啊，结果你自己讲的倒挺自然。还有人发现另外一个点，就是想跟哪一个国家元首共进晚餐，那你的意思是暗藏两国论吗？所以这一番话出来之后，反而引起了更大的争议跟讨论哦。那过去蔡英文也在 CNN 接受专访的时候也讲说，愿意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坐下来谈。可是呢，时间再倒转一下，他是2021年说这样子哦，2015年的时候他评马习会哦，就讲说啊，马英九带着黑箱去哦，带着争议回来，看完马习会很失望，那这样带着这个满箱子的疑虑出发，带着更大的争议回来哦，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就是民进党是不是双重标准？那再来我们看看顾立雄哦，接受了这个媒体的专访啊，他讲说啊，最近啊，北京就是希望哦，亲中政权能够获胜啊，认知作战天天都在上演哦。他说
葛莱仪啊，这个分析目前台湾2024总统大选里头哦，有很多呢，就是这个来自北京倾向的这个就是说北京倾向支持有合作过的这个民众党的党主席柯文哲，然后他还讲说，北京只尝试在对台湾大选产生一些影响力啊，比方说呢，就会针对民进党的一些执政事件然后透过在地协作者，然后呢来做一些这个什么扩大解读啦，反正意思就是说，他们如果做得不好，我们都不要评论，一评论我们就变成他口中的在地协作者了。那我们可能在座几位可能难逃这样的一个头衔跟标签因为我们都不可以批评民进党。那所以反过来，你一直在讲说这个中国大陆在介入2024，可是你看今天《中国时报》这个介入大选的，应该美国也有2手策略吧？有从这个明着来、暗着来，甚至要讲说希望听美国使唤的政权能够获胜。难道美国没有介入台湾的大选吗？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台积电是不是变成了民进党的神主牌了？顾立雄在同样的访问里面有讲到，这个炸台积电是不是要嚇阻解放军侵台？他说没有出现在兵推的想定美国炸台积电这样的说法台湾如果被打晶片供应困难，全球的工业生产都会停止这对全世界的经济都会造成影响，难以想象啊。那主持人就问到他说，会不会是美国的这个兵推说要来炸台积电？顾立雄就讲说，这个题目在兵推想定从未出现过。然后大家就想说，你怎么会知道兵推呢？你到底是你顾立雄比较了解美国的想法，还是美国民主党议员他们本身自己会知道他们党内的想法呢？因为当时莫顿就是有提过这件事情，我们怕顾立雄忘记我们来播一下，让他回忆一下。Very clear to the Chinese that if you invade Taiwan, we're going to blow up TSMC. I just throw that out not because that's necessarily the best strategy, but because it's an example of debate that's out there. And of course, the Taiwanese really don't like this idea, right? I'm not promoting the idea. I'm not promoting the idea, Michelle. You're just saying making the threat. What I'm saying is these are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are actually actively being debated amongst U.S. policymakers. 好，所以我们不做任何的延伸的评论，不然莫顿要讲说，我没有这样子讲你们断章取义，所以我们就完整的播出来。但是它里面就是讲说，美国的决策者正热烈在讨论这件事情嘛，炸台积电这件事情，这都是他讲的呀。所以那到底美国议员跟顾立雄，我们要相信谁？我们不能以美嘛，所以大家心里面有一个答案。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过去呢，其实一开始有这个讨论的时候是那个 Garland Nixon，有提到说拜登在讲这个等你们看到我们毁台湾的计划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那时候就引发了这个毁台论的这个在台湾的讨论那时候就有很多来自台湾的一些可能声音比方说像是外交部也好或者是说一些媒体也好，就在开始讲说这 Garland Nixon 是什么俄罗斯同路人或者是说他讲的是不是事实他是一个什么广播节目的一个什么主持人就开始在那边铺天盖地的讲说他讲的不可信。好，那我们就不要相信他好了。可是后来呢，你看看又有接二连三的相关的言论，不是又再而出现吗？2021年的时候，其实这个美国的陆军战争学院就有一篇嚇阻中国大陆入侵台湾的专文，就有提到炸台积电的事情。再来就是欧布莱恩讲说，为了避免台积电落入中国的手中，美国会选择炸掉它。再来第3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莫顿也有提出他的一些看法，他说这个决策层热烈在辩论这些事情嘛，所以的确，就算你不相信这个 Garland Nixon 讲的话，那但是这些话又怎么说呢？会不会他也就是听到了这些相关的讨论呢？那再来，我们来看看现在美国台湾是不是变成美国的这个第一岛链，要帮忙这个保护美国呢？你看顾立雄讲说美国借由这个战略模糊维持台海的现状让中国大陆觉得芒刺在背因为呢，美国认为维持台海现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形成一个嚇阻，那让中国无法排除美国介入的可能性感觉到这个芒刺在背所以要避免中国以外的外国势力干涉作为借口。因此呢，
他说美国很聪明啊，故意不明讲，这就叫做一个战略模糊。他就是把美国就是没有讲清楚，叫做说他这是他这个非常高招的地方哦。而且呢，我们现在这个要以硬实力来产生嚇阻能力哦，就是台湾现在正在进行部署，让中国大陆不容易进出第一岛链。大家就更疑问了，就想说，那我们这阵子看到的新闻，不也是国防部告诉我们吗？就是一下山东舰，一下辽宁舰，就在我们旁边绕来绕去啊。那不就是这就是第一岛链吗？怎么叫做不容易进出哦？我们好像也没看到它受到什么样的阻碍。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国防部又公布出来，山东舰3编队之外哦，竟然还有1艘没有曝光哦，所以其实原来是有4艘。那现在大家都在质疑说，是不是国防部情搜没有完整哦，造成了国安危机？那其实也不用是什么航母啦，你看看东风27哦，就可以拒止美国的航母扩及到第3岛链。所以现在这样整体看起来，这个美中的交锋哦，不是台湾这个你说好像一些民进党告诉我们的讯息那样子，好像有一些出入吗？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我想赖清德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一个台独工作者嘛，是民进党可能这一次这个过去30年提出来的最毒的一个候选人，所以他心里面就是说心心念念都是要实现台独嘛。那他的其他的一切，我认为都是伪装啦。那主张台独的，那么他要跟这个习近平要谈什么？对，他可以去跟任何人吃午餐啊、吃晚餐啊、吃早餐都可以啦。那问题他要谈什么？对，那如果说他要去谈台独的话，你想习近平会跟他见面吗？你知道这个在国际间这种政治人物、高层政治人物，人家要见面一定要先要谈什么？那我们想知道这个赖清德到底是要谈什么？因为他如果要谈台独的话，习近平不会跟他见面，那很明显的他就是用来做一个什么选举的花招嘛。因为现在他也很清楚，现在大部分台湾民众对于两岸关系往这个战争的方向、爆发战争方向的发展大家非常的忧心。所以他这一招其实看起来就是要化解台湾老百姓对于在蔡英文领导以来台海关系急剧恶化，然后走向兵凶战危这个危机，所以他就提出来这个说法，试图表现他好像他很希望能够怎么样谈和平，跟中国大陆和平。可我们都知道，今天两岸关系最大的会造成不和平的因素就是主张台独如果没有台独的话，那像国民党、像马英九过去的执政的时候，两岸关系那好的不得了那个马英九的8年哪有这个战争的危险？没有人在提和平那时候台湾海峡已经是一个和平之海了。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情况就是非常讽刺啦。把破坏和平的人嘴巴讲上是和平，赖清德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好，接着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赖清德多次的说他是主张台独，他也说这个中华民国已经独立了主权已经独立了，所以不需要再进行独立。那他太瞧不起这个蔡英文了他既然第一个最想吃饭的不是蔡英文蔡英文好不容易提拔他，让他能够出来选这个中华民国总统，然后结果他却不想跟蔡英文吃饭。我觉得不可以这样做啦，你不能够今天成为民进党的候选人，你就把提拔你的这个老板把他丢在旁边说我没有想要跟你吃饭我要跟我的对手那个习近平吃饭。我觉得这个实在是一个不厚道的人，要厚道一点但问题就在于如果有一天你有机会跟习近平吃到饭的话，那我相信你要不就是台湾特首跟习近平吃饭要不就是你准备两岸要统一，然后台湾要并入中国大陆，不然的话怎么可能你会吃到饭呢？所以只有这种情况才有可能吃到饭。那如果说有一天假设赖清德当选了，然后他要促成两岸统一，那两岸之间统一了，他以台湾的特首身份一定可以吃到饭所以我想这个赖清德可能内心里面有没有这个盘算我不知道，要问他这个盘算。顾立雄现在应该是负责国家安全嘛应该是嘛那所以不是纯粹的军事问题，而是整个国家安全。既然不是纯粹的军事，是整个国家安全，美国
欧布莱恩多位的重要的这些政客，民主党的也好，共和党的也好，智库也好，他们多次的放出一个讯息，说他们要炸掉台积电，这影响到台湾的国家安全，尤其是民进党一直在强调说台积电是护国神山。那既然是影响到国家安全，你顾立雄你负责国家安全，你竟然没有把台积电要被美国炸毁的这个放入兵推的详定，有失职责，这要严厉的、严肃的表达抗议，表达不满。你一个负责国家安全的人，怎么可以不把台湾安全的各种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放到兵推，然后去演练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方面怎么跟美国对抗？我觉得这个是不可原谅的事，因为美国已经直接明的或者暗的告诉你说我要炸毁台积电，而你不把它放到兵推里面，告诉台湾的军队应该怎么做，外交应该怎么做，经济部门应该怎么做，你什么都不做，我觉得有失职责，这一点要负完全的责任。最后一个，他又提到有关于什么战略模糊维持台海的现状，让中国大陆芒刺在背，是这样吗？两岸之间都快要打起来了，美国还在战略模糊。那战略模糊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两边你一旦宣布台独了，打起来了，美国人说我还是战略模糊，我不会介入。我觉得你被美国人骗成这个样子，你还要被怎么骗？一个人不告诉你说我会帮你或者不会帮你，然后讲得模模糊糊的时候，你说他是要造成中国大陆芒刺在背，胡说八道。最后一个，大陆的海军连日本的海峡都进出了，那你说台湾的功能会阻碍中国大陆海军的进出，这简直是大笑话，我都不太懂他到底懂还是不懂啊？还是回去当律师比较好？绝对不懂，绝对不懂。岳老师，我跟你讲啊，就是这个赖清德跟这个顾立雄啊，他们这个怎么样弄到今天这个位置，我都搞不清楚。那个赖清德根本谈都不要谈，他讲的根本就是笑话，我他妈懒得评论啊。然后那个顾立雄的话呢，我从来不知道他怎么今天变成大官，夫妇两个都变成大官。以前不就是个学法律的吗？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好像什么都懂一样？我跟你讲啊，有关于炸掉这个台积电的事情啊，这个是本身的尊严的问题啊。你这个奥布莱恩啊、莫顿啊，还有美国这些将军，你凭什么理由讲人家另外一个地方说炸就炸？我们现在可以讲说我们要乱炸白宫吗？我们可以乱炸的白金汉宫吗？这种事情的话呢，讲起来对人家是一个极其的损伤啊，在这颜面上来讲是非常损伤。但是你居然讲的话，你居然没有生气，还解释这种情况。那个奥布莱恩呢，要特别强调一下，他还获得了什么大绶锦星勋章啊，那这个是不得了，就是说，在台湾这边的话呢，授予这种人的话呢，居然提了2个建议，一个的话呢，就是把台积电炸掉，另外一个就是叫大家去买 AK-47。那这种人凭什么资格来接受这个勋章啊？按照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大家仔细想一想，这个跟你的政治立场无关了，这涉及到你的尊严了。你这边想要炸就炸，想要弄就弄，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东西了啊？而且你在讲的话呢，自己在讲那个莫顿还当那个国会议员，美国的国会议员素质之差，讲到一半主持人都笑了，就说你根本就不能够有这种想法，你居然还在那边讲啊！而且的话呢，这个顾立雄还强调什么战略模糊啦什么的，完全是站在美国人的角度来讲台湾问题。我们这里都快打仗了，号称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了，你们这种没感觉啊，还瞪着眼睛说瞎话，你凭什么资格来做这个位置？你有没有想到你自己的话，尤其是像这个赖清德，你还要选领导人，你要照顾所有人的感觉啊！你这个的话呢，基本上没有感觉，你闹这种笑话，我说句良心话，还在我们台大里面讲这种话，真是丢脸丢到极点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